大家在7岁的时候都在干啥呢？我掐指一算，当年我大概是在读小学2年级，满脑子就想着吃喝玩乐，反正不读书就是当时最快乐的时刻。当然，你要说一些不同寻常的孩子的话，那有些孩子已经可以在家长的带领下开启了小汽车。各位可千万不要模仿，我说的是各位家长。然而，在美国有一个女孩子，她才7岁就试图驾驶着飞机穿越整个美国。据统计，她要飞行6900英里。至少需要8天，如果挑战成功的话，他就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飞越美国最年轻的飞行员。只可惜飞机在挑战过程当中坠毁，而机上的所有人全部遇难。事后有不少人指责女孩家长的教育方法有很大的问题。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1988年5月5日，杰西卡·杜布罗夫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法尔茅斯。这个家庭有些特殊，母亲坚持要过理想主义的生活，她不相信西医和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所以家里的3个孩子都没有去上学。他们在家也从不看什么儿童书籍、动画节目，甚至不曾拥有过任何玩具。而杰西卡的父亲名叫劳埃德，他曾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习工程学，可惜没能顺利毕业。一直以来，劳埃德都幻想着加入空军，但由于身体硬件不达标，只能与专业飞行员的梦想失之交臂。后来，劳埃德有过一段至暗的时刻，各种官司缠身，拖欠租金、税收问题、汽车索赔等等，没过多久他就宣布破产了。由于夫妻之间3观不一致，2人很快就离婚了。后来杰西卡的母亲带着孩子们回归自然，搬到了田园小镇。可即便如此，劳埃德和孩子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杰西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她从未接触过外面的世界，倒是在家里学会了修理各种家具。不过在6岁生日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母亲为杰西卡报名参加了一项飞行课程，从此这个女孩对飞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的教练名叫乔里德，一开始乔也心存疑虑，这么小的孩子到底能不能教？不过杰西卡的父母显然对女儿寄予厚望，再加上父亲劳埃德本人对飞行也很感兴趣，乔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学生。然而他们一家人却做出了一个惊为天人的决定，就是要让女儿创造一个疯子一般的世界纪录。至于是谁一心想让杰西卡成为穿越美国最年轻的飞行员的，这就不好说了。反正夫妇俩面对媒体说是杰西卡自己的主意，可私底下这2人却争执了起来。据乔的妻子透露，自己听说是孩子母亲提出的，让乔带着杰西卡一起穿越美国，而劳埃德则表示是自己想到的这个计划，而且他也要一起参加。另一边，作为教练，乔不仅能收到正常的飞行指导费用，就连停留时间也能获得额外补贴。况且杰西卡只需要坐在他身边，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很快，劳埃德制定了一项飞行计划，乔负责提供飞机和飞行指导，他到时候会坐在前排右侧，而杰西卡则坐在前排左侧。他们这架飞机将从美国西海岸起飞，到东海岸结束，飞飞停停大概需要1周的时间。劳埃德则会坐在后排全程陪同。另外，他还给此次旅程想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Sea to Shining Sea。不仅如此，劳埃德还制定了带有这个口号的帽子和 T 恤，打算在停靠期间当做纪念品来发放，而这些东西也给飞机增加了不少的重量。其实看到这里就已经有点不对劲了。要知道劳埃德是没有飞行员证书的，却负责规划的全部航线，其中还包括了每天飞多少个小时，停留在哪里，接受媒体采访等细节。这不禁让人担心他所期望的飞行时间和现实是否存在很大的差距，到时候会不会搞得一团糟。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次挑战的当事人杰西卡只有7岁，而驾驶动力飞机最小的年龄标准为16岁，获得飞行员证书的人也必须年满17岁。更何况杰西卡总共就接受了33个小时的飞行训练，并没有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体检证明以及任何飞行员或者学生证书。大家肯定很好奇，这么小的孩子到底是怎么驾驶飞机的呢？其实杰西卡有一个专门的加高座椅，他还必须使用方向舵延长杆。据说乔经常提醒他要多多使用右舵，但杰西卡还是喜欢双手放在操纵杆上面。因此，许多人对杰西卡到底有没有真正完成过飞行表示怀疑。可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因为早在7年前，碍于这项挑战存在着高风险，吉尼斯世界纪录就已经终止了最年轻飞行员的项目。换句话说，即便杰西卡挑战成功，也是没有办法获得官方认证的。在正式飞行之前，收到消息的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给劳埃德提供了一架摄影机以及3盘空白的录像带来记录飞行的过程。乔非常的惊讶，没想到此次旅程如此受关注。按照计划，第一段旅程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半月湾出发，抵达怀俄明州的首府夏延。随后，劳埃德会将3盘录像带交给夏延的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1996年4月10日早上5点半，乔、杰西卡和劳埃德在起飞前接受了电视台早间新闻的直播采访。在一整天的飞行过程中，飞机在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做了短暂的停留。当时机场经理就发现乔看起来非常的疲惫，
后来他们3人终于抵达了夏延，当时的机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观众。接下来先是夏延市长的致辞欢迎，又是接着好几家媒体的采访。此时的杰西卡看上去也非常疲惫，她对着记者抱怨自己才睡了2个小时，现在等不及要去睡觉了。当被记者问到会不会感到害怕时，杰西卡逃避了记者的眼神，转头说了一句 “no”。记者发现她看上去不太舒服，于是询问她是不是很冷。杰西卡点了点头，采访便结束了。不过父亲劳埃德赶紧补充道，杰西卡真的很喜欢飞行，原本这是属于他们父女的冒险，但现在受到了太多的关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等一系列采访结束后，乔、杰西卡和劳埃德终于坐上了去往酒店的车。当晚，乔还给妻子打了电话，表示自己一路上收到了特别多的款待，特别兴奋，不过整个人有些疲惫，需要好好睡上一觉。不管怎么样，现在噱头已经做足，这个7岁的女孩已经成为了大众的焦点，走到哪里都有许多媒体要争相采访。可根据天气预报显示，第2天夏延北部和西部地区会有强降雨，而航班目的地东部的天气则情况较好。果然，4月11日早上，机场地区就开始下雨，天气逐渐恶化，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就连电视台都提议杰西卡他们在夏延多留1日，等天气好转后再出发。可劳埃德却拒绝了，他坚信他们能够战胜风暴。恰好这个时候，有一场雷雨即将临近机场，眼看着天气只会变得越来越差，乔和劳埃德决定赶紧离开，否则再晚一些可能就彻底飞不了了，到时候就耽误了原定的媒体采访。事实证明，越是慌乱，越是容易出错。起飞前，杰西卡和母亲通了电话，他还询问母亲是否能够从电话里面听到外面超级大的雨声。据目击者称，飞机开始滑行至30号跑道起飞，随着雨势加大，爬升阶段就明显有些费劲，而且雨水侵袭了整架飞机，能见度非常的低。然而，将飞机缓慢穿过厚厚的云层，机翼就疯狂的摇摆，随后飞机逐渐右转，到达几百英尺的高度后，突然就偏离了转弯方向，失控翻滚。紧接着，飞机几乎以垂直的角度坠入住宅区的一条街道上，那里距离机场还不到1英里。可悲的是，因强力冲击，飞机上的3个人都因钝力创伤而当场死亡。据了解，驾驶舱内只剩下一堆碎片仪器和耳机的耳罩，所有的残骸都沾满了血迹，变形的认不出来。根据现场情况来看，事故发生时，劳埃德用双臂搂住了女儿，而乔的4肢多处骨折。按照当时的情形，在撞击发生时，飞机应该是由他在掌控的。其实，在当时，机场附近的房子窗户都被风吹得嘎嘎作响，高速上的车辆都是连雨刮器都来不及刮的那种程度了，司机们更是胆战心惊。如此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飞机还要义无反顾地起飞，着实令人震惊。倘若劳埃德他们能够推迟起飞，哪怕只要等天气好转一些，或是他们能够多休息一会儿，事情可能就不会这么糟糕了。在事故发生后，位于机场地区的几名老飞行员作证说，当时雷暴似乎在机场上空形成或转移，情况瞬息万变，完全不适合飞行。而且小型单引擎飞机不像大型商用飞机那样拥有强大的发动机，必须想尽办法避开暴风雨，起飞实在是太过冒险。然而与大多数提供双重指导的飞行教官一样，乔坐在右侧，而飞机的主要飞行仪表都是安装在左侧的，也就是在杰西卡面前。对此，调查人员推测，由于乔前方能见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所以为了在爬升右转时控制局面，他必须要将头转向左侧，以查看飞行仪表，并通过侧窗观察地面，向右转向。而这样子左顾右盼，飞机在爬升过程中能见度又逐渐恶化，很容易就会导致空间迷向和失控。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安全委员会分析认为，首先这架飞机上共有2套控制装置，这意味着乔有能力有义务立刻控制局面。其次是飞机起飞时遇到强降雨，会使飞机的升力减少多达 3%， 从而使飞机的失速速度增加约 1.5%。与此同时，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这架飞机本身就超重了87斤，失速速度又会增加 2%。因此，随着失速速度的增加，本来它应该能够安全爬升和转向的，可由于超重，飞机的性能逐渐下降。最后，乔本身就缺乏高密度海拔的操作经验，这次起飞密度高度比他习惯的都要高，又有可能是因为疲劳驾驶或操之过急分了心，导致接连犯错，不幸失速。照理来讲，这样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飞机自身又超重，乔应该保持绝对的谨慎。可他们一行人对此次飞行又过分自信，再加上媒体的过分关注，以及后续安排了大量的媒体活动，很容易就会自我迷失，从而降低决策能力。最终，乔还是做了不合时宜的起飞决定，酿成了这场悲剧。事故发生之后，杰西卡的母亲在镜头前面流泪，她告诉记者，每个人都说7岁的孩子不该做那么危险的事情，但只要他想飞，我就支持他。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快乐的状态当中死去，只可惜他才7岁就带着快乐和热情离开了。听完这席话，许多群众表示不理解。如果是一名成年人为了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付出生命的代价，尚且还能够理解，
但杰西卡才7岁啊，而且是在父母的引导下才了解飞行的。讲道理，他甚至都还没有机会体验除了飞行之外的东西，为何就要为这件事情白白葬送了生命呢？更何况这起悲剧并不是因杰西卡飞行造成的，反而是成年人做了错误的决定，他们本应该保护孩子，却执意要为孩子做选择。而通常来说，低龄儿童飞行的目的本来就是出于兴趣或是奖励，在家长的许可下，教练可以简单的指导孩子，他们只要听从指示，飞机就能起飞。而事实上，经过很多教练观察，比起驾驶飞机，大多数孩子们更好奇窗外的风景。许多人在看到这一新闻后都表示很震惊，就比如老艾德的房东，明明他连房租都付不起了，到底哪来的钱再给孩子学飞行？再比如乔的妻子，丈夫一心只想尽快完成任务，他虽听说了这些事情，但总以为是件小事，实在没想到此事的知名度如此之高。是啊，一名7岁的女孩，认知能力能有多少就要去开飞机，听着就有些离谱。但她不仅要创造年龄最小的飞行员记录，还要试图从太平洋飞到大西洋，然后再返回，途中甚至还想拜访白宫，和总统一起坐飞机。这到底是她想要做的，还是她父母想要做的呢？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对夫妇将自己远大的抱负寄托在孩子身上的丑陋故事。他们为弥补自身的不足，不惜让孩子冒险遇难。可怜的杰西卡拥有一位古怪的母亲，带她远离正规教育的同时，送她去学了开飞机。而父亲呢，自己没能做成飞行员，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做到，还推动她创下纪录，获得荣耀，早日解决她的财务困难。而为了得到父母的爱和关注，杰西卡一路走来都乖乖的听话，只能说这对夫妇配不上父母二字。那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对于这次飞行挑战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真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